黑人拳王太嚣张，在赢下比赛后竟戴上小丑面具，嘲笑中国选手董鑫，并同时放话称自己根本没用全力。如果台下所有中国选手上台，他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全部打废。中国人在他这儿就是送分的代表。时隔1年后，董鑫的师弟出场邀战，要为自己的师兄报仇雪恨，同时也要让这个嚣张的黑人了解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中国力量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正式开始。左边红色拳套的是我们的中国选手保音仓，开局发起猛攻。黑人选手名叫森巴，在刚才的画面中我们看到非常嚣张的样子啊，彻底惹怒了保音仓。这场比赛，保音仓不但要为自己的师兄复仇，还要为中国功夫证明。开局打得非常的主动，摆拳前后手不断的追打，将对手怼的只能到处乱跑。第一回合的气势已经打出来了。开局的下马威做得非常到位。来看一下保音仓接下来左手的摆拳，还想要来个上勾拳啊，打得非常的灵活。我们能够看到黑人拳手到现在还是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，不敢主动出击，打得非常猥琐。虽然身形很壮硕啊，但他的出招越打越缓慢。漂亮，在换拳过程中，保音仓的打法真的是非常的灵动，将对手直接打到了边角。一波进攻下来，对手趴到地面，上位的砸拳不断砸击，连续进攻，连续进攻。黑人拳手的头都要顶出擂台了，依靠勒绳的绳网帮他兜住。裁判还没有叫停，裁判真的是嫌这个黑人被揍得不够狠啊，还在这儿观望呢。最终还是选择叫停了，两人回到边角。比赛继续，前手命中，后手迎接打过来，黑人选手被打得抱头鼠窜，抱着头部不断防守，现在根本没法还击啊！对在边角不断的用重拳击打，现在完全是保音仓的节奏，他个人秀开始了。黑人选手只能被打得到处乱跑，一拳命中，直接击倒，带入地面之后又是上背的砸击，不断砸拳，打得黑人选手没法还手。这边砸拳和砸肘都打出来了，第一回合中已经打入2次地面了。保音仓还想将对手抱起来直接砸地啊，打得过于激烈，裁判叫停了比赛。第一回合没想到会打得如此精彩啊，但这种精彩是相较于保音仓来说的，这场比赛已经成为他个人秀了。低扫将对手扫倒之后，黑人耍无赖似的躺在地上。这位黑人选手看起来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双腿发软，踉踉跄跄的瘫软在勒绳上。最后的20秒，保音仓还在选择机会进攻，选择角度，右手的重击，最后15秒前手命中，再次打到下巴。黑人选手这一身腱子肉啊，真是白练了，在赛前那么嚣张，来到比赛之后啊，你的嚣张劲儿去哪了？现在真的是整个人都发软。我们看到他的步伐已经非常的不稳了。保音仓还在进攻。好的，铃声敲响，第一回合暂告一段落。那这样简单休息一下，马上开始第2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2回合正式开战。进入上一回合的较量，我们能够看出来，中国选手保音仓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火热。开局就是接到对手一腿一拳，把对手打得踉跄。保音仓在这场比赛中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健，开局又是一拳命中对手头部。不知道这黑人选手森巴在刚才的短暂休息中能不能调整好状态。他在赛前那么嚣张啊，并且在击败保音仓的师兄后还戴上了小丑面具，在赛后更是大放厥词，不断的嘲讽抹黑中国选手。保音仓的怒火从那时候就已经种下了。我们能看到保音仓的表情还是非常的冷酷的。第一回合拿到优势之后，他也没有放松，接着第一回合的胜势，在第2回合中他是更加的小心，没有给到对手破绽。两人正面的换拳，前手后手不断命中，亲身点拳，黑人选手森巴做出还击。保音仓还得寻找机会，对手想要下位抱摔，保音仓没给到机会，右手重拳再次命中头部，还是一个追打的状态。保音仓占据了擂台的中心，这也代表现在比赛的主动权在他手里。拉开身位，
右手拳前手命中，前手拳是直接冲破了对手的防御啊，又快又准。个人选手不断的用前手在点，这一拳打的对手踉跄，差点摔倒。强行站起之后，保云仓将对手堵到边角，重拳击腹，前手再次命中。本选手继续防御，在刚才吃到几发重击之后，他还是没有倒地啊。在这回合中，可能是调整了自己的步伐，没那么容易摔倒了。现在保银仓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，一波带走对手，不要再给对手拖延时间了。第二回合又让他拖过去了，还剩1分钟，最后的45秒，保银仓大摆拳，对手想要近身搂战，保银仓挣脱的很快，没给到机会。保持好这种中距离对拼，保银仓是有臂展优势的。推开，右手摆拳，20秒。能看到保银仓其实这2场比赛打下来，他的体力消耗的也是很快的。漂亮，正面拼拳，换拳的过程中，保银仓是将对手打了个趔趄，同时配合自己的肘击砸到对手头部。个人选手还是非常嚣张的啊！挨揍之后还在这挥舞比手势呢，说你打的不够狠，我没事儿，极其嚣张。这黑人啊，还得再揍他1回合才能知道服软。那这样简单说明一下，让我们来看看本场比赛的第3回合吧。终于来到了本场比赛的最后1回合，这场大战啊，真的是令人没有想到，让这个黑人选手硬是拖到了第3回合。他的抗下能力啊，看来还是有的，在线的。那来到第3回合之后，看一下保银仓他的打法有没有调整啊？在前2回合中，他的补拳是非常凶狠的，但一直啊是没能将对手 KO。在经过2回合的苦战之后，这回合能不能将对手的防御击碎，要看一下他的战术储备了，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。第2回合有点保守，这边换拳的过程中打到对手，前手。先防，看起来保银仓这回合并不是一直进攻了，他要找一些见招拆招的机会。能够看到保银仓在主动躲闪，他要寻找对手的破绽。近身摆拳换拳，对手冲过来进攻，先防拉开距离，保银仓后手命中。前手再打，前手再命中，换拳真的是非常频繁。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一个停滞状态了，很难在这一回合中看出来谁到底是优势胜势。不过综合前2回合的战况来看，前2回合肯定是保银仓得分优势的。如果说这一回合不能以 KO 的方式结束的话，保银仓也能以极大概率靠得分来获得比赛胜利。当然，能够 KO 这个嚣张的黑人是最好的。最后1分钟还是有机会的。黑人选手在这勾手挑衅，又嚣张起来了。保银仓这一会儿没揍他啊，他又开始狂了，不断的勾手挑衅，还想抱腿，保银仓没有给到机会，很稳。在刚才对手也是想要下潜抱摔，保银仓都没给到机会，这说明在赛前是做过充分研究的啊。最后的50秒，漂亮，正面换拳，对手被击倒，上位砸击，能不能带走对手？最后的40秒，完全是有机会的，能不能钳制住对手？黑人选手硬是站了起来，力量还是很大的啊，能够扛着保银仓站起来。最后30秒，后手，两人换拳，看起来保银仓也没什么力气了，筋疲力尽，漂亮！在正面拼拳中，一发后手迎击打的对手直接倒地。不过这森巴抗下能力也是有点恐怖啊，吃了这么一拳，居然还醒着，没有被直接打睡过去。要知道，在这种重量级啊，一拳下去是很容易打出 KO 的。换拳，对手躲过，保银仓还在需要机会，漂亮！一发后手迎击打倒，看能不能继续补拳。铃声敲响了，
那这样的话，这场比赛感觉要以得分来判定最终谁是胜者了。这场比赛还真是没有想到啊，能够打满3回合。保银仓在前2回合的发挥是那么的好，但这个森巴啊是越打越抗揍。但总之，保银仓的胜势还是非常大的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最后裁判的判定环节。All judges scored this contest for the winner 30-27。最后获胜的是红甲选手保银仓，掌声送给他，恭喜保银仓！最终的胜者果不其然还是保银仓。虽然说对手硬扛了3个回合啊，但整体看下来，保银仓的胜势是非常明显的。这场比赛也是为自己的师兄成功复仇，把嚣张的森巴斩于马下。让我们恭喜保银仓，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不忘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我是玉峰，我们下期3再见。